欢迎回来，这一课我们来讲 Microsoft 365 Copilot Chat 这是它现在最新的名字。好，我们来看它主要有工作和 Web 两个标签。好，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标签分别我们可以用它来干什么。从名字上也非常好理解。那 Work 就是跟工作相关，它可以扫描你内部工作数据，那也就是你 Microsoft Graph 当中所有的数据你的电子邮件、会议文件，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 等等等等它都可以基于这些文件来给你一个回答。Web 就是基于 Web 的互联网，你可以问它最新的新闻帮你拓展知识、文生图、总结网页总之就像是一个 ChatGPT 一样。我们先来看 Web 端比如我可以问它当前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它会基于当前的信息给我一个回答。我还可以问它当前洛杉矶湖人队的阵容都有谁让它用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看到它也能完成任务都是按照我的提示词来的。好，我还可以让它帮我拓展知识，比如我现在看到洛杉矶大火新闻的一个评论它联想到了罗马时期有一个皇帝叫尼禄在他当任期间罗马城发生了大火。这就让我想到了多年前的一款烧录软件，比如你可以把一些音乐烧录到 CD 或者把电影烧录到 DVD 当中的软件叫做 Nero， 它的图标也是一个燃烧当中的罗马城。发现果然是跟这个历史事件相关的如果你问 Copilot 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它老是人狠话不多但实际上它可以给你生成很长的内容。比如我让它把这个事写成2000字的文章，可以看到它不会直接按照你的要求来做，但是它增加了一步思考它先给你列一个大纲，让你看一下这个大纲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它就继续为我们生成2000字左右的文章。好，那我们再来看，比如我问他微软 CEO 纳德拉他就会基于互联网上的信息给我这样的回答。可以看到他引用了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上的内容。我们知道在中文互联网上有很多信息非常不靠谱，比如百度百科上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提示词来规避这个问题。比如我让他 search in English， 但是用中文回复这也是跟 ChatGPT 相同的提示词技巧。在 ChatGPT search in English 用中文回复也非常的管用。可以看到它现在就是在英文互联网上搜索内容，然后用中文回复我们。好，接下来再来看文生图，比如我让它画一个绿色的猫头鹰拿着一本红色的小书，卡通风格。因为现在有很多 TikTok 难民到了小红书平台也导致了多邻国上学汉语的美国人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让他画了这样的图。可以看到我让他画卡通风格，他画的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我让他画写实风格画的就比较灾难了。所以我们在文生图的时候你不要期望他可以给你画出很棒的写实风格，让他画卡通风格他比较善于完成这样的任务。最后我们来看用 Copilot 帮我们总结网页信息。这是 Edge 浏览器的一个专属功能。可以看到我现在使用的是微软的 Edge 浏览器。如果你使用其他浏览器，它没办法给你做到总结网页。好，那我在这里打开 Copilot 的编栏，登录我的账号我就可以让它总结网页信息，它可以做到。好，现在 ChatGPT 你复制一个链接让它总结网页信息，它已经不给你做了你只能复制所有的文字让它总结文字的内容。好，那这就是 Web 这个标签。接下来我们来看工作 Work 这个标签。好，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有很多的提示词你还可以在这里查看更多的提示如果不知道要怎样提问的话这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管理 Copilot 的响应我们知道 Web 端我们是没办法给它关掉让它上网搜索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关掉联网搜索功能那这样它就不会在网上搜索一些数据，而是直接用它预训练的内容来回答问题。
我习惯把这个功能先给它关掉因为有时候它在网上搜索的一些数据也并不一定准确。那当我想在网上搜索一些内容的时候，我可以用 Web 这个标签。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工作这个标签里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搜索你的 Microsoft Graph， 也就是你在微软当中产生的所有的数据包括 Word、Excel、PowerPoint， 包括你的联系人、你的邮件都可以搜索。包括我在网盘里的信息比如我让它帮我找到我在网盘里的 Copilot 相关的 PPT， 好，它就会在我的OneDrive 网盘当中来搜索到这些内容。那在这里都会列举出来。好，我们可以显示更多。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更厉害的地方。好，我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聊天。好，我们可以让它基于某一份文件，让它给我们产生新的内容。好，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点击添加内容，就可以找到这些文件。好，或者我们可以点击这儿添加上下文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内容。这里有全部，还有人员，也就是我们的联系人，还有文件还有我们的会议还有电子邮件它都是可以查找的。或者呢，你可以按一下斜杠键，然后在这里搜索，比如我搜索 Udemy， 好，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份文件。那我让它基于这份文件帮我写一个演讲稿。那这里要说明的是你跟它产生的互动越多，它越了解你。好，那我让它2000字左右。好，我们看它能写出怎样的稿子来。好，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一份文件。这为什么会非常让我震惊，是因为我做了这一份 PPT 之后我都没想，如果让我写演讲稿，我会写得这么好。好，那这里面就全是 PPT。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它就会根据这份 PPT 猜出我要讲怎样的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写的：我是井本正一。好，那我觉得他写的不怎么好，我还可以继续的让他做一些微调，比如让他写的更有逻辑性一些。然后写上小标题。好，可以看到这里出现自我介绍然后为什么我要选择 Udemy 的平台然后我的课程制作技巧。好，我还可以让他把课程制作技巧部分详细展开。好，可以看到他又多写了一些。然后如果我们想自己编辑的话，你可以在 Pages 当中编辑。那这就有点像 ChatGPT 的 Canvas 功能你可以在这里继续编辑如果你用过 Notion 的话，一定知道这个我们可以任意的拖动它的位置当然也可以任意的进行删除。好，然后你可以将这份文件保存或者共享给其他人都是可以的或者你可以把这些信息都复制一下然后打开一份 Word 文档，将它粘贴进来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可以再来新建一个聊天最后一个要讲的功能就是这里的这些代理如果你用过 ChatGPT 的话，一定知道 GPT 应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 GPT 应用比如这里的是一些官方的应用。好，这里有一个 Career Coach 非常厉害如果我们上传了我们自己很多的文档我们还可以让它作为我们的生涯教练，可以告诉他我们现在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我们想升职加薪给我们一些建议。好，都是可以聊的。好，在这里我还做了一个自己的 Copilot 的代理。好，那我每一次录完视频之后，我会导出一个视频的字幕，然后我把字幕
传给他，让他帮我起各种标题，想让他起抖音的、小红书的，或者是 B 站的哈，或者是 YouTube 的哈，那都是可以的。好，那要创建或者获取代理，那只要在这里点击就可以。好，非常像 GPT 应用。在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我们会单独的再出一期视频。这一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咱们下节课再见。